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持续当中，那么为了个人和他人的安全呢，居家消毒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注意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，每次半个小时左右。同时呢，也要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了。然后要勤洗手，避免到人多的地方。如果外出呢，要戴口罩。回来用消毒剂洗手、擦拭手。收拾家里卫生的时候呀，要对地面、桌面、家具等地方消毒。那用消毒液擦拭不少于呢15分钟，然后再用清水擦，这样可以去除呢残留的消毒液。还有家里的毛巾、衣服等等，可以呢放在阳台上，让阳光暴晒消毒，或者呀煮沸消毒都行。最后呀是餐具等用品也要煮沸消毒，最少呢15分钟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消灭细菌的作用。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用完消毒液，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。如果家里呢有老人、孕妇、小孩等，要让他们待在没有消毒的房间，可以呢一间一间的进行消毒哦。如果呀晚上睡好了，那么整个人都精神气爽的。如果睡不好呢，那人也会没有精神，各种难受，而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那我们平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入睡呢？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呢2种助眠食物。第一种莲子，莲子的味道有些苦，但是呢很清香。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苷等营养成分，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。那在睡前喝1杯莲子羹，有助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第二种百合，百合不仅好看，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百合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具有宁心安神、润肺止咳的效果。那用百合泡水喝，或者是熬汤喝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哦。那经常失眠的人，希望这2种食物能够帮助到你哦。睡眠的好坏对血糖高的人来说很重要。如果晚上睡不好觉，那么就会增加血糖升高的危险。那经常睡不好应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睡前做一做，可以帮助促进睡眠，稳定血糖值。这个小动作特别的简单，就是拍打小腿。大家可以在睡觉前2小时用手掌拍打小腿肚。方法很简单，用双手轮流的拍打小腿肚，从膝盖一直拍打到脚踝处，每条腿拍打3到5分钟，直到小腿感觉到发热为止。这样拍打小腿可以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，对提高睡眠质量、预防腿抽筋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睡眠好了，血糖值也可以得到平稳。除了用这个小方法外，经常失眠的朋友还要注意，睡觉前不要玩手机，不要开灯睡觉，还有枕头不要太高，要不然容易导致大脑缺氧，也会影响睡眠质量。睡觉是生活中呢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人却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那可能呢是我们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，比如呢床头放了3样东西，就可能会影响睡眠，而且对健康也不利哦。第一样，绿色的植物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到了晚上，绿色植物会吸入氧气，但释放的是二氧化碳。那放在床头容易让人缺氧，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，从而呢影响睡眠质量。第二样，手机。很多人睡觉前玩手机，玩完呢就顺手的放在床头了。但是手机是有辐射的，那时间长了容易刺激大脑，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3样，毛绒玩具也是不适合放在床头的，因为毛绒玩具容易产生细菌和灰尘，那放在身边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健康哦。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运动、干活或者是天太热都可能会有出汗的现象，只是有的人出汗少，而有的人呢出汗就像下雨一样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哪种人更好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就会有出汗多和出汗少的情况。比如身体肥胖的人，那么就很容易出汗，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出汗多的问题。但只要是在机体正常的情况下，对身体呢是没有伤害的。而有的人很难冒汗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呢，身体的出汗量和很多因素有关，比如果你的体质偏寒，那么相对来说出的汗就会比较少一些，而且出汗还和温度、性别、年龄等等有关。所以如果你一直是出汗多或者是出汗少，那么就不用太担心。但如果突然出现出汗多和出汗少，就要小心了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。
还有，如果你是出汗少的体质，建议经常的做点运动，这样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腋毛，很多女性都觉得它非常难看，所以呢经常会刮掉。其实腋毛是有很大作用的，它可以帮助透气，还能够缓解皮肤的摩擦。但有些女性腋毛很多，而有些人却很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或许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遗传因素。如果是家族基因本来就是毛囊不发达，那么就可能不容易长腋毛。第二个，激素影响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呢激素分泌的水平也不同。如果体内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腋毛就可能会多一些。那相反，激素分泌少，腋毛就可能会稀少，有的甚至不长腋毛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当腋毛多的时候，不要感觉苦恼，也不要乱刮掉了。如果你有狐臭的话，还是可以刮。女人长腋毛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只是呢，有的人的腋毛比较旺盛，而有的人却很少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或许和2个原因有关，大家不妨了解一下。第一个和遗传因素有关，很多女性的毛囊天生不是很发达，所以不止腋毛，身上其他地方的毛发也会比较少。而有些女性因为父母身上的毛发比较多，所以就可能会遗传这种特性。第二个和体内激素水平有关，每个人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激素水平旺盛，那么身上的毛发就会比较旺盛；但如果激素水平少，腋毛也会比较稀少。那腋毛有很好的排汗和保护皮肤的作用，所以腋毛旺盛的女性不要将它刮掉。但如果有腋臭的，建议呢还是刮掉比较好，以免加重腋臭。日常生活中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那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养胃很重要。而养胃呢要靠自己，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常用下面这2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1. 丁香。丁香不仅有观赏的作用，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丁香中含有丁香酚和丁香挥发油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散寒止痛的功效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经常用丁香泡水喝，可以缓解腹部胀气，增强消化能力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。2. 洋甘菊。洋甘菊也有很好的养胃效果，洋甘菊中含有丰富的多糖苷类物质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。那胃不好的人常用洋甘菊泡水喝，可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，对预防胃部疾病有很大的帮助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如果出现胃部疾病，大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检查，平时配合饮食调理，才能慢慢的养好胃。胃负责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所以只有胃部健康，身体才能健康。但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习惯都会损害肠胃健康，那胃不好怎么办呢？多吃秋葵，秋葵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糖类的粘液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经常吃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对肠胃健康有帮助。多吃蜂蜜，胃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喝蜂蜜水，蜂蜜中含有乙酰胆碱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也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戒暴饮暴食，暴饮暴食会使胃部扩张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时间长了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戒饭后马上运动，饭后马上运动会使胃酸分泌增加，给肠胃造成不适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也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戒烟酒，烟酒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给肠胃造成刺激，使胃黏膜受到损伤，所以建议大家戒掉烟酒，这样肠胃也会感激你。很多人胃不好，其实这可能是你平时不注意饮食和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的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若你都没有，说明胃部还算健康。饭后腹部不适，如果吃完饭后感觉到有饱腹感、上腹部不适，这种情况呢还经常的出现，那就要注意胃部健康了。饭后不停的打嗝，如果吃东西太快了，可能会出现打嗝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吃东西太快，还经常出现打嗝的情况，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也可能是胃部出现问题了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山药了。山药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淀粉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健脾养胃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山药，对胃部健康有帮助哦。得了，就叭叭这些吧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